叫金芥，金芥是熬奶茶的东西。就是看干干的，你看，这颜色也是颜色也好看了。这里鸡排。大家好呀，我是阿林。在中国的各个省份中，青海省似乎存在感很低。提到青海，大多数人第一时间只会想到青海湖，而对于这里的物产与美食，好像没有太多令人印象深刻。这一次，我们一起逛逛青海省会西宁的一处老市集，深入当地看看这里的饮食习惯与人文习俗。青海省很大，总面积72.23万平方公里，排名紧随新疆、西藏和内蒙古，是中国第4大省份。在广袤的青海大地上，少数民族人口占比接近50%，其中藏族是这里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主要生活在与西藏相邻的青海省西南。省会西宁位于东部，在这里生活更多的则是回族。这里处处体现回族的宗教信仰和饮食习惯。下南关一带算是西宁的老牌回民街了，从清真货品到日常食材，美食小吃也颇多，酿皮炕羊肠清真糕点、狗胶尿炸洋芋片、锅盔等等。下南关街历史悠久，明朝万历年间，为了防止外敌入侵西宁关乡，危及商贾安全，明朝命令陕西诸卫所军队围绕关乡修筑城墙。城墙修筑完成后，城外慢慢开始有做生意的人聚集，后来就形成了一条商业街。如今这里是西宁市的一条空手走不出的烟火巷。请问这个煎的就是羊肠是吧？炕的羊肠，这是炕的啊，它炕干一点就是口感好，挺香的。这个尤其上面这个皮儿啊，这个肉就是越调越香，越调越香。里面有肉是吧？里面是那些就是羊的那些心肺啊，还有肉。是搅碎了灌进去的。对。所以就灌进去，里面就放点，就还要放点面。还有面。面放的还不行。它里面那些都挂不住，它会散的。你看它这个，你看放点面。一般这个主要就是煎着吃是吧？这个你自己微波炉里打的也是放着这个佐料，就是放个这个辣椒，把这个切碎以后，微波炉里蒸热以后把这个浇上去，你吃的话也行。这样。看出来的就是味道，就是比这个就是稍微好一点。这个马铃薯，这个土豆也是。煮熟以后炕干，它就吃的话，这个皮就焦香一点哈。就像我们小时候一样，就是焦的都是用于食前嘛，这个说法一样。这边的土豆是青海这产的吗？对。因为这个青海这边土豆是最有名的。它也是口感上面一点是吧？对，沙一些。这是旧的，还有不是有新的那种土豆？新的土豆没有这个旧土豆香。旧土豆的话，它就香。旧土豆是前一年产的。对，前一年。新的土豆一般口感会脆一些哈。对。没有那么香。就是看干干的，你看。这颜色也。是颜色也好看了。辣椒这个油，辣椒油颜色这个吃的话更香。一般是我们是炕是那个从那个知道那个铝锅吧？知道。那个铝锅炕生羊肉直接炕，里面加点肉，你吃的话，那等于说是炕锅羊肉，炕锅牛肉、炕锅羊肉、炕锅鸡肉。在铝锅里面。对。羊肉必须要生的。必须是生的。对。
就是切碎以后，微波炉里可以打上自己加点那个蒜和辣椒。这个羊肠本身是生的，是吧？这现在已经是煮熟的啊，煮熟的，加热一下就可以。这样。这个回去也可以冻上吧？吃的时候你吃一点化一点，就是吃多少拿出来多少。那可以炒菜放吗？炒菜啊，可以炒着。要炒菜的话，它里面那些都要碎的。它就这样。这样。要么是炕，要么是微波炉加热一下。加热一下。就是蘸点调料。也可以凉着吃。肠是按斤卖的吗？这是按斤卖的，那是按份卖。这个按斤的怎么卖呀？这是一斤是18块钱。18一斤。青海老酸奶蛮有名的，都是当地自制。老酸奶口感醇厚，质地很浓稠，需要用小勺子来吃。表面一层黄色的是奶皮。牛肉30。这个是牦牛肉是吧？青海湖畔的草地上就可以看到牦牛群。牦牛生活在高海拔、高寒地区，这样的生存环境造就了其肉质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牦牛肉的市价也要高出普通牛肉不少。我们这个可以发货呀。你看这说呀。鸡脚肉，这里鸡排。这种是多少钱一斤？这一斤20。酿皮、凉面、凉皮、凉粉都是常见的民间小吃类面食。凉面是将拉面拌油，冷却后再凉拌着吃，讲究的是调料中油泼辣子和熟醋的味道。一些年头长的老店都有自家的调味秘籍。在西北地区的众多面食中，酸酸的浆水面我觉得在味道上最为独特。至于为什么喜欢这种酸汤味，有一说是西北地区牛羊肉吃得多，容易上火。浆水面一是清热去火，二是解腻降燥。当地不少人都会自制浆水，坛子中倒入纯净的面汤，再放入芹菜、莲花菜等青菜进行发酵。发酵需要加入一些之前的浆水作为发酵引子，等味道变酸，就成了新的一坛浆水。您好，我想问一下，清油是什么油啊？菜籽油。菜籽油。在西北地区，像是制作馍馍或者拉面前的醒面，都会涂抹清油。常说的清油指的就是菜籽油。他这好多了，你往市面走。在青海以及甘肃等西北地区的市集上，干果炒货的摊位很多。比如之前我们一起逛的兰州赶集，卖炒瓜子的就特别多。这里的干果摊位上售卖的是各种炒豆子，还有花生、瓜子，像是榛子、开心果、腰果等则相对较少。哇！
大叔，请问这个是什么呀？这个叫金芥的，金芥。是我们青海人喝奶茶、熬奶茶的东西。哦，就是那个做包子、做花卷上面那绿色的东西是吗？不是，那是叫香豆。就是。这是叫金芥，金芥是熬奶茶的东西。熬奶茶的哦。和这个红茶和这个一块熬哈。奶渍加上一点水，就是熬奶茶的东西。哦。还有什么功效呀？它都主要是一个香味，一个是头痛感冒。头痛感冒可以用哈。那像这种也是熬奶茶用的吗？那是叫医学上叫那个鸡毛草。鸡毛草它是主要是消炎止咳。消炎止咳。对。也是泡水喝的是吧？可以泡水喝，可以洗，感冒了洗脚。这浑身有瘙痒的病，还有那个可以洗，就是沐浴一下。这样，这种是按斤卖的吗？按斤卖的。多少钱一斤啊？一两是6块钱。16一两。一两6块钱。6块一两。这种是按把卖的哈。这个是按把，4把10块钱。10块4把。它只生长在高原之上吗？太极和昆仑学都是治三高的。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的，治三高的。西北地区的饮茶习惯很有特色，与茶叶一起还有冰糖、红枣、玫瑰、枸杞、桂圆等，这些都是可以入茶的。像是有名的盖碗茶，小小的茶碗中就包含了好多内容。除了枸杞之外，黑枸杞也是这里的特产。相较于红枸杞，黑枸杞中的花青素含量更高。青海是黑枸杞的主要分布地之一，此外还有陕西、甘肃、宁夏等地。黑枸杞喜光、耐盐碱、耐干旱，适应性很强，所以在西北地区有大面积的种植。正是源于爱饮茶的习惯，这里水壶卖的也多。还有一些水壶花纹精致，颜色亮丽。那个把手，不是把手架，你拿这个看着呢。这个把手我们还没这开始呢。这个我没这开始的。那茶包还是走着开呀？是呀。咱也不沾血液皮。除了水壶之外，这里的铝制平底锅也很有特色。像是之前卖抗羊肠的老板特意强调，做抗羊肠、抗土豆一定要用铝制平底锅。老板，请问这种锅就是炒菜用吗？平时？炒菜、烙饼、炖肉都可以。这米饭、做抓饭，它各种款式都可以这边不太用铁锅是吗？这是高海拔地区，铁锅呢它产生温度比较慢，
再一个它保温性也比较弱。其次就是生锈。所以说我们不用铁锅。这边地域的问题都用铝锅哈。高海拔地区这个铝锅呢传热快，然后呢保温性强，再一个它不生锈。所以说我们这边好几代人了。这样。老板您好，我想问问那个是什么呀？那个叫泡泡草，利尿的。泡泡草也是泡水喝吗？这是煮着喝的。煮着喝的。这是一种药。泡泡草。那旁边那个呢？那是跟这个一样。一样的哈。这种泡泡草是一味中药材，学名山棘豆，一般在夏秋季采集，晒干后可做中药，清热解毒。塑料盒中的是灰豆，就像红豆沙一样。灰豆呢，其实是一道甘肃风味的甜品小食。街头有几家炸薯片的店铺，都是土豆片现炸的，非常好吃。这里还有炸苦荞片。青海省的高寒气候条件很适合种植苦荞。苦荞这种作物降血糖、降血脂，是营养丰富的谷物。19元一斤，5块钱就能买一大袋子。请问这个肉怎么卖的呀？这个17块。17块。这个15，肉23。这种是黄牛肉是吧？新疆油的3个10块，10块钱3个。新疆油的3个10块。新疆油的3个10块。新疆油的3个10块，10块钱3个。是小朋友带的呀，就是那种带颜色的。小朋友也可以点，大人也可以点。大人我看一般都是白色的，也可以带那种花色的。大中华白色。如果留意街道两旁的店铺名，会发现不少包含店主的姓氏，马或者白。这也是回族人口中占比较多的2大姓氏。有个说法，10个回回9个马，说的就是这中国回族的第1大姓氏。对于马姓如此普遍的原因，要追溯到来自阿拉伯地区的回族祖先。
到中国后的汉姓多为阿拉伯名字的首音音译，谐音进马。就这样，慢慢的马姓就成了回族最早的基本姓氏之一。同样，姓氏白也是如此。回族白姓自唐代至今延承了1200余年。这个不是不能是菜的位置，你不到哪种啊？有，其实是菜的位置啊，到这个上下位置。多少还是多少这是？芥末有那么辣吗？酿皮爽滑劲道，黄色的酿皮配上红红的辣椒油，绿绿的是炝韭菜，醋是本地的黄原陈醋，看着就让人食欲满满。您好，我还想问一下，它这里面是有一点芥末的味道吗？有。哦。啊，那个是黄芥末哈。这个芥末在别的地方好像那个凉皮、酿皮都不放哈，在西安那边就没有放。他们不放韭菜，芥末还是好像有点。哦，他们那边是用芝麻酱，好像。麻酱里面掺了芥末，你吃不出来。他们麻酱用的多。哦，这边不用麻酱哈。这边麻酱用的很少。哦，这样。我说它味道跟那个在别的地方的酿皮啊、凉皮都不太一样。蛮好吃的。谢谢您啊。抓呀，抓点下水呀。要用这个抓呀。他不吃了吗？来，我给你嘛。这个有辣椒，你别拿走。加辣椒吗？还吃吧。这些看着有点像鱿鱼丝，其实它们是干的牛筋和羊筋，是在西北地区，尤其是青海省的传统食品。牛筋有着耐嚼的口感和丰富的胶原蛋白。干牛筋的烹饪方式有多种，但必须要提前泡发，之后可以凉拌，可以红烧，还可以同其他食材一起炖煮。
们这个是青稞磨出的面是吧？哦，这是炒着吃还是煮着吃啊？这样吃，凉拌着吃。凉拌着。哦，说到青稞，总会第一时间想到西藏。西藏是青稞的主要产地之一，另一个主要产区就是青海省。曾经青稞是高海拔地区人们的主要粮食。现在青稞的加工变得多种多样，同时有助于降血糖、降血脂，使得一些青稞食品很受欢迎。这个是新疆的杏哈。哦，新疆的。多少钱一斤啊？1斤5块钱。1斤5块。哦。这种青海名吃狗胶尿其实是一种小薄饼，颜色金黄，甜香软韧。这些绿色的粉末是香豆粉，加入面食中有独特的香味。这种薄饼的特殊名字来自于制作方法。烙制薄饼时，要边烙边沿锅的四周反复浇少许清油，也就是菜籽油。这一动作好似小狗在方便，所以就有人戏称这是狗胶尿。名字虽然通俗，味道却真的不错。这种薄饼越嚼越香。青海不产水稻，于是发展出各式可口的面食。以锅盔为代表的馍馍是青海人的日常主食。小麦面粉加上鸡蛋、香豆粉、清油、蜂蜜、砂糖等，用传统的土窑烤制，脆而不干，香甜好吃。烤到焦色的锅盔和饼子看着诱人，香气扑鼻。这里卖的锅盔是纯发面，而且用炭火烤制，外酥里软。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卖出300-400个锅盔，要烤制4到5次。慢火烤制很耗时，又讲究火候，一炉锅盔的烤制需要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曾经土豆是西北广大较为干旱地区的主要食物之一，后来慢慢发展出各种好吃的烹饪方式，现炸洋芋片又脆又香，还包括之前看到的炸苦荞片，已经成了当地特色街头小吃。在西宁当地各个市集上，常能看到干板鱼，这是以青海湖中特有的黄鱼为原料制成的。老板，请问这个就是直接可以吃吗？直接手撕着吃最好的一种。哦，不需要油炸。已经炸过了。刚才刚炸过了，我们是风干以后再炸的。炸一下撒调料，直接现在就直接手撕着吃就行了。好，谢谢。每年夏季，青海湖中的黄鱼游回上游产卵，是青海湖上的一处奇观。中国地广，各个地域都有自己的特色美食，像是粤菜精致，川菜火辣。
而地处中国西北边缘的青海省，这里的菜式和街头小吃既融合了同处西北地区的甘肃和宁夏两省特色，又发展出当地独有的味道。比如常见的凉皮凉面，在这里却有着与众不同的调味配方。另外还有独树一帜的青海馍馍，口感与味道享誉整个大西北地区。到这里，下南关市集就逛得差不多了。希望通过这次的分享，让小伙伴们对于不那么知名的青海美食有一些了解。好啦，感谢观看，我们下次再见。